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我们又见面了。那我们就继续讲第二章。昨天呢，我们刚刚结束了第一章啊，看到了我们是了解到这个欧洲人呢开始呢来这个北美洲西海岸，主要是做这个皮草贸易生意。从这一章开始呢，我们就要讲这个淘金热潮。这个欧洲人呢，最早在这里做皮草贸易的欧洲人呢，并不多啊，人口呢大概也就是200-300人，连家属加起来呢，也就是500-600人左右。其中大部分的本地人口呢，都是一直在这里已经居住了几千年的这个叫原住民啊，我们现在叫它是第一民族，总数大概有3万多人，人口比例是很高的，它是占当时整个加拿大的原住民的总人口呢，大概占50%啊，所以呢，基本上加拿大有一半的原住民呢都居住在我们这个北美洲的西海岸啊，因为这里的气候非常好。这里是叫温带雨林气候，温带雨林气候的特点呢，就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啊，所以呢环境好，而且呢物产非常的丰富啊。本地的原住民主要是打鱼啊、狩猎啊，还有伐木啊等等这些为生啊，所以呢他们这里是不愁吃穿啊，所以呢是非常的生活非常的富裕的啊，稳定富裕。好了。到了1858年呢，情况就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了。1858年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菲沙河这个地方呢，发现了黄金啊。黄金一发现呢，情况就不同了啊，因为黄金就在欧洲人看来呢，是代表着金钱啊。其实原住民早就知道这个河里面有黄金，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呢，这个黄金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黄金太软，你又不能做刀啊，又不能做工具啊等等啊。但是呢，欧洲人看这个黄金就不一样了。欧洲人听到这个黄金呢，这个两眼都会发光啊，所以呢一下子就蜂拥而至啊，来了很多很多欧洲人。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它分为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个 BC 省真正的发展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那我们先听一听水哥帮我们读一读第一节啊，是看看是怎么发现黄金的。落基山史记，作者介庸，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2章，淘金热潮。第1节，麦克莱恩偶然机会发现黄金。唐纳德·麦克莱恩1805年出生于苏格兰托伯莫里。他的父亲是亚历山大·麦克莱恩，母亲是克里斯蒂娜。1812年，亚历山大·麦克莱恩和他的家人离开苏格兰，来到加拿大马尼托巴塞尔特寇的红河殖民地经营皮毛贸易。在那里，毛皮商人和原住民之间的关系紧张，冲突频繁。他们一家人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挣扎求存。1816年6月19日，亚历山大·麦克莱恩在七橡树之战的冲突中被杀，欧洲定居者被逼解散。唐纳德·麦克莱恩和他的兄弟姐妹及母亲回到了苏格兰。1833年，唐纳德·麦克莱恩再次回到加拿大，加入了哈德逊湾公司，成为该公司西部学徒。1835年，唐纳德·麦克莱恩与托马斯·麦凯和约翰·麦克劳德来到落基山脉西面的蛇河乡村探险，并寻找皮毛贸易机会。1839年，唐纳德·麦克莱恩被分配到科尔维尔堡，在首席交易员阿奇博尔德·麦当劳的手下工作。1840年，他被派遣到弗拉瑟德转运站工作。2年后，他被派到了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北部的新卡里多尼亚皮毛贸易区。在这段时间里，他分别负责奇尔特丁堡、巴宾堡和麦克劳德堡的工作。他也曾在亚历山大·堡唐纳德·曼森的手下工作过。1853年，唐纳德·麦克莱恩被任命为首席皮毛贸易商。1855年，他接管了汤姆逊河流域的所有皮毛贸易，并不断扩大其手下的贸易商群，严格管理皮毛贸易商与原住民之间的关系。
以其公正严明而闻名。在唐纳德·麦克莱恩所管理地区一次皮毛贸易的交易活动中，一个原住民带来一瓶黄金金沙到交易站，要求交换日用品。交易员问他是从哪里找来的，这东西又有些什么作用？原住民告诉交易员，这东西是从河里找到的，在阳光下会闪闪发光。交易员知道这东西一定很值钱，本想不上报，私吞下来，可又害怕唐纳德·麦克莱恩一旦发现不会放过他，只好带着原住民去找唐纳德·麦克莱恩报告了这件事情。原住民告诉唐纳德·麦克莱恩，他们这里的河流有很多这样的金沙，他们的祖辈已经发现，但觉得没有什么用途，只是觉得好玩和用来装饰而已。唐纳德·麦克莱恩告诉原住民，他们会大量收购这些金沙，有多少都可以拿过来交换物品。原住民回家后，马上把这次交易情况告诉亲朋戚友，把家里的金沙全部拿到交易站交换。交易站排队换金沙的原住民一时之间络绎不绝。很快，唐纳德·麦克莱恩就收购了2大瓶金沙。他把这些金沙小心翼翼的亲自送到维多利亚报告给詹姆斯·道格拉斯。詹姆斯·道格拉斯作为新上任的温哥华岛殖民地总督，正在为近来的皮毛贸易生意每况愈下而发愁。得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他安排唐纳德·麦克莱恩回去要封锁消息，继续动员公司所有资源抢先收购更多黄金。他派专人把2瓶金沙送到最近的提炼厂及美国旧金山铸币厂进行提炼。1858年2月，哈德逊湾公司向旧金山联邦铸币局运送了800盎司黄金。早在1848年，美国在旧金山地区就已经兴起过一次淘金热，那次淘金热只是维持了大概2-3年时间。铸币厂在收到这些金沙的时候，工人一眼看出这些是河里找到的金沙，从而判断出加拿大哥伦比亚地区河流里有黄金。铸币厂的职员与美国加州金矿业人士素有联系，很快就把这个找到黄金的信息传递了出去。旧金山街头巷尾，每个人都在谈论黄金。自从几年前加州淘金热发生后，旧金山人就非常有黄金意识，他们认为飞沙河的金沙是下一个伟大的发现。1858年4月25日，第一批前往飞沙河地区的人主要是来自美国旧金山，450人乘坐准将号蒸汽船到达维多利亚。这些人当中有60人来自英国，其余的有美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华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当时的维多利亚很小，除了原住民之外，移民不超过500人，他们主要是哈德逊湾公司雇员、农民和他们的家人。1858年开始，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当地人口就增长到2万以上，几乎在一夜之间，维多利亚成为了一个帐篷城。淘金者在维多利亚购买采矿许可证的同时，还要采购所有的生活物资，包括生活用品、食物、衣服和工具等，以便做好充足的准备前往淘金矿区。1858年，唐纳德·麦克莱恩作为哈德逊湾公司负责人，监管初期的黄金开采和交易。在这段期间，他被指控以权谋私、照顾亲友、出现腐败行为，并且不服从公司的指挥管理，导致他在1860年被召回维多利亚的公司总部，并最终在1861年辞职。他在汤姆逊和皮毛贸易区任职期间，在隐藏西北部山区建立了一个牧场。辞职后，唐纳德·麦克莱恩和家人一起搬到那里，在那里经营牧场、勘察，并在卡伊部落上开了一间鹿屋，为淘金者提供住宿。1864年，唐纳德·麦克莱恩在原住民与淘金者发生冲突的齐尔科丁战争中牺牲，享年59岁。借中评论，有人认为詹姆斯·道格拉斯故意把发现黄金的消息泄露到旧金山，目的是为了吸引大量人口来开发新成立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毋庸置疑，
淘金热的确是加拿大西岸开发的开始，大量淘金者涌入，使加拿大西岸这个蛮荒之地逐渐开发建设，如矿产资源探测开采、水陆路交通运输开发、农业畜牧业生产、工商业贸易繁荣，甚至教育医疗等等各方面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展起来。庆幸的是，华人有机会参与了加拿大这次西部大开发，成为加拿大西海岸第一批开蛮拓荒者之一，让中华民族优良血脉永远留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历史经验证明，拥有这种用辛勤汗水开发的土地，比起用枪炮抢夺回来的土地要永久和牢固得多。好了，我们又回来了。那我们听完水哥讲这个第一节，看看知道怎么样发现这个黄金啊？中国人呢就在那个时间呢，跟着这第一批的这个美国人呢就上来这里淘金。那我们中国人呢来到这里淘金的话呢，那个时候是属于比较早期的啊，等于我们是跟欧洲人呢是同期到达这个 BC 省这个地方。啊，当时他们是先去维多利亚淘金呢，他需要领一个挖金的牌照啊，领了牌照以后呢，进入那个飞沙河，这个叫飞沙河谷淘金热阶段。淘金热开始就是我们 BC 省大发展的开始啊，那个时候人口呢一下子呢就来了很多啊，原来只有几百外来人口的这么一个地方，一下子呢来了几万人。所以房子也不够住，满山遍野都是帐篷啊，到处都是帐篷。淘金者不断的涌入，而且是一波大于一波啊！最早是开始从在美国旧金山上来，后来就传到纽约啊，传到那个东岸啊，多伦多啊、魁北克啊，甚至欧洲啊，世界各地的淘金者呢就蜂拥而至啊。那这个消息当然也会由我们这些中国人呢，也会带到中国的香港啊、广东啊地区乡里乡亲一传开了，中国人也是跟着这个淘金队伍呢一起呢跑来这个 BC 省，大家都是做一个发财的梦想啊，为了这个发财的梦想呢奋勇前进。现在有很多电影啊，都是讲当时的情况，那些人呢真是浩浩荡荡啊，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啊，一波带一波，拖蓝带缕啊，一窝蜂的涌过来这里。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从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呢，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啊，就经济就得到很大的发展。经济得到发展了以后呢，也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当时只有温哥华岛殖民地啊，温哥华岛殖民地的总督呢就是这个 James Douglas， 他住在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当时是BC 省也是唯一的一个城市，也是最大的一个城市啊。当时他看见这么多美国人过来啊，他就害怕这个美国人来太多了以后一下子造反啊，就会把我们这个整个 BC 省呢就纳入美国的版图。虽然是1846年呢，他们签订了俄拉冈条约，画好了那个边境线，但是由于这边没有人管，一下子来这么多美国人，詹姆斯·道格拉斯就非常的担心，因为他是负责管这个温哥华岛，他就建议呢成立一个叫哥伦比亚地区，哥伦比亚啊。后来呢，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前面呢故意加多一个 British 啊，就不列颠啊，就是注明这个是英属的啊，是英国人的啊，哥伦比亚啊，不是美国的，不是别的国家的。成立殖民地，你不能够靠詹姆斯一个人开到一个政府。原来他那个维多利亚那个殖民地政府是非常小，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求英国政府呢，给他派一个总督过来，就是管理这些殖民地啊。所以英国人呢，就是开始筹划这个殖民地应该是怎么管理呢？啊，他们让这个殖民地要有秩序啊，而且呢要显示这个英国的威严啊，又要让那个殖民地的人民呢感受到英国的关怀啊，所以这个是有点难度。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第二节，看看英国人是怎么样
处理这些新殖民地的开发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管理